刚进公司的第一天，坐我工位旁边的女生突然掏出她和董事长的合照。我爸想锻炼锻炼我，所以让我到基层监督你们。他双脚放在工位上，很是不屑地环视了一圈，最后轻咳2声。为了让你们更好地服从管理，现在我给你们立几条规矩：第一，每个人一天上厕所的时间不准超过3次，每次最多1分钟。第二，所有人上班期间不准玩手机和吃饭，保持饥饿感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你们所有人都要唯我为尊，不得忤逆我。我的话就是圣旨。话音落下，全办公室都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办理完入职后，我按照上面的提示到了我的工位，可我屁股还没沾到板凳，就被一旁的女生叫住了。她上下打量着我，新来的。我急忙点头，很是热情地回复：对，今天第一天到公司。闻言，她嗤笑一声：知道我是谁吗？我微微愣神，心里不免有些发慌，索性试探性地开口询问了一句：是组长吗？没想到被我问到的女生直接冷了脸：你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组长？她声音又尖又高，刺得我头皮发麻，手心也不由自主地出了汗。想着第一天上班，秉承着不惹麻烦的原则，我赶紧认了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您是……听到我的道歉后，她缓了缓脸色，轻咳了一声，然后从桌上拿出了一张自己的名牌，塞到了我手里：自己看看吧。我看着上面的金色名牌，小声地念了出来：何潇潇。虽然声音不高，但她还是听到了。她一把将名牌从我手里抢了过去，然后冲我翻了个白眼：在办公室，你还是第一个敢直呼我其名的人。我彻底呆住了，这人到底是谁呀？终于，另一旁的同事看不下去了，拽了拽我的袖子：这是咱们董事长的女儿，你赶紧道歉吧。一句话彻底让我没了反应。我不确信地反问了回去：你确定这是董事长的女儿？没想到这话彻底惹毛了身后的何潇潇，她直接站起身，猛推了我一把。知道我身份了，还大呼小叫什么？我没有防备，差点摔在地上，周围散发着细碎的笑声，让我尴尬地红了脸。何潇潇冷哼一声：既然今天公司有新来的实习生，那么我也应该再把我的规矩和你们说一说。话音落下，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一个个坐得笔直，期待又讨好地看着何潇潇。而一开始告诉我身份的男生急忙搬出自己的椅子，很是谄媚地凑了过去：潇潇姐，你快坐，坐下说。站着太累了。我看傻了眼，可偏偏何潇潇很是受用，她顺势坐下，双脚很自然地搭在我的工位上：新来的，你现在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别到时候犯了错我让你难堪，你在我面前哭鼻子。我玩味地看着他，心里充满了好奇。随即他伸出一根手指：第一，所有人一天上厕所的时间最多3次，每次不得超过1分钟，否则就罚款。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珠，怀疑地看向众人，却发现他们一脸淡定，仿佛早就习惯了这种做法。第二，所有人不准在公司吃饭，不准在公司玩手机，保持饥饿感才能更好地让大脑清醒。我下意识地看向茶水间，难怪一个微波炉都没有。这种奇葩的规矩真是惊到了我的下巴。第三，你们所有人都只能听我的吩咐做事，我不准，你们就不许动，都给我听清楚了吗？尤其是你，新来的。说话间，他犀利的眼神落在我身上，我自然毫不客气回怼了回去：你说你是董事长的女儿，我怎么没听我爸说他还有个私生女？闻言，现场气氛变得古怪起来，何潇潇脸上闪过一丝慌张，随即又被愠怒取代。他麻利起身，恶狠狠地指着我：你说什么？此时此刻，我压根不想和他多废话，只想将现在的情况反映给我爸。难怪最近基层老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何潇潇这样的狐假虎威的人在，不出乱子才奇怪。我一把推开他的手：何潇潇，我说你是冒牌货，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心虚吗？
说着，我做事就准备打电话，可何潇潇眼疾手快，一把将我的包抢走。她满是警告地瞪着我：“你想干什么？我说过在工位上不准使用手机，你公然和我作对，这份工作是不是不想要了？”我拧着眉：“何潇潇，你发什么疯？你白日梦做多了吗？自封自己是董事长的女儿。”本以为大家会和我同仇敌忾，却没想到压根没人敢抬头看过来。倒是之前的男生没忍住发了声：“你一个新来的，装什么？潇潇姐是不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我们还不知道。”闻言，何潇潇得意的鼻子都冲天了。她翻开手机，打开相册，然后递到我眼前：“你好好看看，我要不是董事长的女儿，我手机里为什么会有和董事长的合照呢？”我拿过手机翻了翻，照片没有任何 PS 痕迹。不仅如此，何潇潇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她用下巴指了指我手中的手机，不信往后翻一翻，还有视频呢。我顺着她的话往后翻了一张，果真如此。可我爸从来不喜欢和人拍合照，这件事不仅我家里人知道，就连公司上下都知道。何潇潇到底哪里来的合照？眼看我不解地站在原地，何潇潇也是毫不客气地抽走了手机。她鄙夷地看着我：“现在你还有什么疑问吗？要是没有疑问的话，过来给我捏捏肩。”我脑子有些乱，呆愣着看着她。一旁的男生没憋住笑，戳了戳我的肩膀：“哎，你刚才不是说你才是董事长的女儿吗？那你有和董事长的照片吗？”话刚说到一半，何潇潇就从包里掏出了我的手机。来呀，你有本事就打开相册，让大家看看呢，看看咱们俩谁才是真女儿。他语气傲慢又嚣张，我不自觉捏紧了拳头。合照我还真的没有，这些年我一直在国外留学，1个月前才回来，自告奋勇想来公司基层锻炼，却没想到遇到这事。我的沉默成了大家眼里的心虚。何潇潇咂巴了2下嘴：“看你刚来公司，我大人不计小人过，你跪下把我鞋擦干净，这事就这么算了。”我冷哼一声，就在刚才，我脑海中浮现了一个人影，他可以证明我是我爸的亲生女儿。何潇潇，我有个人证可以证明我才是真的，不如让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当面看一看吧。何潇潇的笑顿时僵在脸上，他冷笑2声：“我凭什么要配合你？现在全公司都知道我才是董事长的女儿。为了你的几句话，难道想让我进入自证陷阱？”我挑了挑眉，心中料定了他不敢。你不敢，你怕了，因为你是假的，所以不敢和我一起去找总经理是吗？话音落下，何潇潇眼神突然亮了亮，她脸上带了几分坚定。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说着，他悠然自若地掏出手机：“不用了，上去找了，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下来。”看何潇潇这副官架子，我心里不免有些发毛。可我又暗自告诉自己，不能慌，只要我表哥下来，就一定没问题。几分钟后，门口出现一道高大的身影，办公室所有人都站直了身子，弯着腰和来人打着招呼。我也踮起脚尖看向来人，是我表哥何秋风。不错，说来也巧，他大学读的是金融管理专业，毕业后他就直接到了我家公司。我爸念在他们是表舅侄之间的关系，索性给了他组长的位置当。这些年，他凭借本事一步一步混到了总经理的位置，眼看人越来越逼近，我心跳的也更快了。我和何秋风已经10几年没见过了，可我等比利长大的，他应该认得出来。何秋风朝我们大步走来，然后停在了何潇潇旁边，他宠溺地掐了掐何潇潇的脸：“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想我了？”何潇潇害羞地低下头，转而又指了指我：“什么想你了？是有人说我不是我爸的女儿，所以喊你来帮我证明一下。”这话一出，何秋风才得空看了我一眼，我自然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大喊着他的名字：“何秋风表哥，我是甜甜啊！你忘了，小时候咱们还在一起玩过呢，在我家的后花园，当时你还摔了一跤。”我快速地将自己对何秋风那点仅存的记忆说了出来，何秋风笑容顿时僵在脸上，
他眨巴着双眼。你说你叫甜甜？我疯狂点头。你认出我来了，对吗？何潇潇你也认识吧？他冒充我身份，在办公室各种立奇葩规矩。表哥，你既然知道了，就不能坐视不管。我能注意到所有人的眼光都有意无意地看向我们这边。何潇潇肉眼可见地着急了起来，可在我期盼的眼神当中，何秋风冷漠地摇了摇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只有一个表妹，那就是潇潇。我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不敢相信他竟然能说出这种话。何秋风，你真的忘了吗？我真的是甜甜。你家有段时间破产了，来我家。闭嘴！何秋风突然恼怒了起来。你胡说八道什么？我都说了不认识你了，你这是造谣。他的声音很高，像是极力在掩饰着什么。一旁的何潇潇捂着嘴轻笑。你说的人证也到了，可是好像他不认识你呢，谁真谁假，我想大家现在心里也都清楚，不需要我多说了吧？何潇潇双手环抱着胳膊，刚才我不好意思赶走你，可是你现在变本加厉。小吴，去喊保安吧，把他拉出去。潇潇，还是别了，让他自己收拾东西走吧。何秋风没忍住说了句话，也正是这句话让我确信他认识我。可他又为什么要帮何潇潇说话？还不快走！走，这是我家公司，我凭什么走？此刻何潇潇已经不耐烦了，他咬了咬牙，真相已经大白了。你还不滚，是想让我们报警吗？我不断劝自己要冷静，随即开口。大家都知道董事长女儿喜欢玉镯，所以1个月之前，董事长在拍卖行拿下了白玉手镯。你有吗？我笃定何潇潇拿不出来，因为今早我出门的时候刚把白玉手镯摘下，现在她应该安静地躺在我的首饰盒里。我爱首饰不假，但今天毕竟是入职公司的第1天，所以我还是要低调做事，索性就摘下了它。那手镯全国就那么1个，压根不会有第2个。怎么，该不会没有吧？不过你也应该不会有，因为那是我的。我掏出手机，打开了相册，里面恰好有我戴着手镯的照片。可我没想到，何潇潇一点都不慌。她嗤笑一声，然后缓缓抬起自己的胳膊。你是说这个吗？随即撸起了袖子，手镯赫然出现在了她的手腕上。我呆了，怎么可能？何潇潇眉眼上挑，还怎么可能？这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东西，你说怎么不可能了？我急忙拉住了她的胳膊，用肉眼看了看，竟然和我的手镯一模一样，压根看不出来任何区别。何潇潇烦躁地推了我一把，看够了没有？现在证据确凿，你是不是应该滚了？我没接话，因为我想拖延几分钟。上1秒，我偷偷给我爸发了消息，希望他下楼一趟。毕竟现在只有我爸能证明我才是他的亲生女儿。多可笑又离谱的一件事，在自家公司被人假冒，还说不清。何秋风有些着急，潇潇，别和他废话了，我刚才已经喊保安了，马上就来。我神色一慌，你们谁也不准动我，我刚才已经联系董事长了，他马上就来。一直站在我旁边的小吴没忍住讥讽了起来，董事长，你就吹吧，要是董事长真下来，滚蛋的也是你。这句话何潇潇很是受用，他白了我一眼。何必呢？我爸每天日理万机的，哪里有时间接你的电话？相比于他的若无其事，一旁的何秋风整个人都在冒汗。保安呢？怎么还不来？话音落下，2个保安上来了。来，你们赶紧把这女人扔出去。他恶意找事，快点！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可很快就没有了路。你们凭什么抓我？周围人都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我在其中倒显得很是狼狈。2个保安一人一边抬着我的胳膊，他们很是不客气地揪着我。我吃痛，身上也没了力气。别动我，别动我！可我一个人的力量哪里抵得过2个壮汉？他们抬着我走到了办公室的中央。何潇潇更是直接拿出手机拍下了我这狼狈的样子。丑东西，让你冒充我！一旁的何秋风不停地催促着，让他们赶紧带着我走。只是他们刚准备拖着我离开的时候，
门口传来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怎么这么吵啊？”我求救地看了过去，果然是我爸。爸！我爸第一眼就看到了我，他神色大变，怒斥两个保安：“你们这是干什么？”两个保安手一松，我才得以挣脱出来，恢复自由身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扑到我爸怀里。爸！我爸虽然诧异，但还是应了。甜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办公室所有人都看傻了眼，待在原地没了动作。我抬头问了一句：“爸，你在外面有私生女吗？”这话刚问出口，我爸就没好气地戳了戳我的头：“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胡言乱语什么？谁不知道我何有为家里就你一个闺女？”趁着我爸说话的间隙，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周围人的反应。相比于其他人的震惊，何潇潇有些慌乱，何秋风亦是如此。爸，你没有私生女，那这个人是谁？说着，我伸手指向不远处的何潇潇。若说他不认识我爸，那我是不相信的。既然能和我爸在一起合照，那说明他们之间一定有关系。果不其然，我爸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随即恍然大悟：“哦，是潇潇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被提到名字的何潇潇已经浑身颤抖得不像样子了。我接着开口：“爸，你和潇潇怎么认识的？”我爸沉思了一会儿：“嗨呀，那潇潇不是你哥的女朋友吗？当时来咱们家做客，就一起拍了张照片。”我很是疑惑：“一起？”我爸点点头：“是啊，还有你妈呢。”真相就这样被揭露了出来。何潇潇的脸一阵白一阵红，周围所有人看她的眼光都变了，可又碍于她是何秋风的女朋友，便都忍了下去。何潇潇眼见情形不对，急忙朝我走来，她有些愧疚地拉起我的手：“想必你就是叔叔嘴里的甜甜吧？没想到你长得这么漂亮。”我冷脸抽了出来：“何潇潇，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本来还融洽的气氛，在我这句话说完之后变得凝重起来。我爸皱眉：“甜甜，这到底怎么回事？”在我爸的询问下，我将事情的全部经过说了出来。话毕，何秋风就一脸讨好的凑了过来：“舅舅，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呀！这甜甜长大和小时候完全不是一个样子。”我刚开始也以为是认错人了。我爸沉着脸没接话。何潇潇则急忙和我道歉，他疯狂掩盖自己做的那些事。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公司。没想到这句话彻底惹怒了我爸。荒谬！潇潇，你以后不用来了。何潇潇脸色唰一下变白，双眼委屈地看着我爸。可这才刚刚开始啊！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厉声质问：“你手上的镯子哪里来的？”刹那间，所有人好奇的眼光都看了过来。何潇潇没有防备，镯子就这样曝光在大家视线里。我爸更是迷茫：“这不是我给你买的镯子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也奇怪这个呢。何潇潇，你这个手镯是哪里来的？我很确信家里还有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手镯，但现在出现了两个，就有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何潇潇艰难地从我手中挣脱，然后躲在了何秋风的背后。我爸没好气地看着何秋风：“秋风，你是不是该和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何秋风紧张地舔了舔嘴唇：“是这样的，舅舅，你那天去拍完之后，我拍了张照片炫耀，被潇潇看见了，他也想要，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个高仿的。”何潇潇也配合地点了点头：“对，我这个是假的。”此时他已经顾不上面子了，只能一个劲地跟着点头：“是假的，是假的。”我爸深呼了一口气：“行吧，可我却觉得这其中有问题。爸，之前何潇潇去过咱们家，一句话又让对面两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那我戴的很有可能是假的。”片刻沉默后，我爸缓缓开口：“正好今天我的老朋友也在。他鉴定珠宝这方面有点成就，让他帮忙看看吧。走吧，你们跟我去楼上。”说罢，他转身做事就要离开，我也跟在了他身后。只是没想到何潇潇直接跪下了：“对不起，这手镯是真的，我承认我虚荣心作祟，我偷了甜甜的手镯。”我和我爸同时转了过去，
此时我爸气得红了脸，何秋风也站出来求情：“舅舅，你就看在我要和潇潇结婚的份上，就原谅他一次吧，他也知道错了。”何潇潇急忙和他打着配合，配上他那2滴泪，这样看过去，反倒是他成了受害者。我爸有些为难，毕竟这么多员工看着呢。我抢先一步开口：“这是盗窃，我已经报警了。你偷了我的东西，应该去里面接受惩罚。”一想到这些日子，我戴的是高仿，而何潇潇戴着我爸特意给我买的镯子，我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见我一脸认真，何秋风没忍住嘟囔了几句：“至于吗？把镯子还回去不就行了？这可是你未来的嫂子，甜甜啊，你又没有损失了什么，何必计较这么多呢？咱们都是一家人。”我被何秋风的这些话彻底气笑了。谁和你是一家人？我怎么不记得我家里有你这号人物？面对我毫不留情的回怼，好面子的何秋风到底是憋了一口气，只能和我干瞪眼。我看着地上的何潇潇，假冒我的身份暂且不谈，就你偷东西这么一件事，就够你在里面喝上几壶了。何潇潇从求我到后面直接站起身骂我，都说有钱人小气，没想到是真的。我不就是帮你戴了一下手镯吗？你至于吗？我和我爸对视了一眼，互相确认报警是正确的。下一秒，何潇潇开始疯狂地往下拽镯子，给你，给你，还给你。突然，咔嚓一声，镯子碎了。何潇潇的动作猛地一滞，一脸惊恐地看着身旁的何秋风，可何秋风立马和他拉开了距离。我爸心痛地看着地上的碎片，我的镯子啊！扑腾一声，何潇潇重重地跪在了我面前，她跪着朝我的方向一步一步靠近，最后环上我的小腿，整张脸埋进我的腿里面，就开始哭：“对不起，我错了，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甜甜，我知道你人好，你别和我计较这么多行吗？我免费在公司打工，还债可以吗？”我很是烦躁，踹了他一脚。何潇潇很是来事，他索性就直接睡在地上，一手扶着额头，嘴里还念念有词：“你们要是送我去坐牢，还不如让我死。我要是真进去了，我就不活了。”这样子气得我牙痒痒，心里迫切的希望警察赶紧来。而我爸也被我安抚的坐到了茶水间休息，他有高血压，受不了太大的刺激。刚送走我爸回来，何秋风就凑了过来：“甜甜，给哥一个面子，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我瞪着眼睛：“给你面子？好啊，他可以不用去坐牢，只要你把镯子钱给我，532万，一分都不能少。”一听这话的何潇潇直接来了力气，他连滚带爬的到了何秋风脚边：“秋风，你就把钱给他吧，咱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们都见过父母了，我算你半个老婆了，你不能不管我。”我也自然的朝他伸出手：“哥，看你的决定了。”被夹在火上烤的何秋风咬了咬嘴唇：“甜甜，哥现在哪里有这么多的钱啊？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他压低声音凑了过来：“咱们是一家人，你就给哥一个面子吧。”我弯了弯唇角：“没有钱，何潇潇就坐牢吧。”谁知话音刚落，警察就来了。我直接开始了我的控诉。在我一番解释下，何潇潇被2名警察提了起来。他这个时候哭得眼睛都看不清了，嘴里却还一直喊着何秋风的名字。可何秋风却拉开了距离，一脸嫌弃地看着他：“何秋风，你敢不救我？你别忘了，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要是不怕我把你的那些事抖搂出来，你……”眼看何潇潇就快要说完了，何秋风一个箭步上去就捂住了他的嘴：“你还敢胡说？你这样的女人就是不识好歹！警察同志，你们赶紧把她抓进去啊，不然她又要乱造谣了。”警察不明所以，只好说了一句：“我们会调查清楚的。”随后就扶着何潇潇离开了。看着何潇潇离开的背影，何秋风松了一口气。可我总觉得这件事有哪里不对劲。何潇潇临走时候要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人一走，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人表面都在认真工作，其实都撑起耳朵听瓜。
我爸也缓缓从茶水间里走了出来。秋风，去买几个微波炉，这1月所有人的午餐公司负责。撂下这句话，我爸就招手示意我跟着他上来。关好办公室的门后，我有些不满地嘟囔着嘴：“爸，现在警察带走了何潇潇，何秋风呢？”用手指头想，何潇潇的这些行为都是何秋风在背后支持的，要不然他一个人敢做出这种事吗？而且他还能自如地进去我房间偷走我的手镯。但是这一点就值得让人深思何秋风的行为了。我爸长叹一口气：“爸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何秋风现在还不能动。”我很是诧异，声音都不由得拔高了几分。为什么？临走的时候何潇潇说的那些话，我觉得何秋风肯定有问题。我爸苦笑一声，然后拉开抽屉，将厚厚的账本扔到了我面前。这是上半年的账本，你看看有什么问题？我接过来翻了翻，最后总价上面确实没有毛病，但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咱们下半年一共参与竞标3次，失败了2次。我半张着嘴，所以是有内奸。我爸笑着点了点头。竞标成功的那家公司我查过了，公司法人是何秋风的妈妈，他们一家想扮猪吃老虎做梦。我爸气得绷了脸。我一页一页翻着账本，这上面的价格太不现实了，一个饮水机要10万块钱，高于常价的这些价格，就算是个傻子也看出不对劲了。我爸吐出一口浊气：1年了。我才发现，随后他语重心长地看着我：“甜甜，这就是爸要你进公司的原因，这公司里面没有自家人，万万是不行的。”我点了点头：“爸，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等。我爸点了点头，等他露出马脚。我抿了抿唇，到了这一步了，也只能这样。若是主动出击，打草惊蛇。之前亏的那些钱，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1周后，我也正式进入了工作的状态。之前喜欢拍马屁的小吴自己辞职了，现在剩下的同事都很友好，我也跟着他们学了不少东西。只是这段时间，何秋风每天都早出晚归的，听别人说他最近在拉投资，我心下了然，这是我爸给他设的一个局。商场上哪里有笨蛋？当初他从我爸身上扒了一层皮，我爸自然是要他的命。1个月后，何秋风主动和我爸提了辞职，我爸表面挽留了几句，就让人离开了。后来我听说，在我家公司附近来了一家新公司，和我们经营一样的东西，就连客户都是从我们公司拉的，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何秋风的功劳。他高调宣布开业，只可惜第2天就被宣告了破产。何秋风找上来的时候，我爸刚好在基层办公室给我们开会，他愤怒地推开门，手里还拿着刀子：“何有为你这个畜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是你害的，都是因为你。”眼泪随着情绪的到达也跟着流了出来。我现在家破人亡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你害的。何有为，你给我去死吧！眼看刀尖就要刺入我爸身体的时候，一旁早已安插好的警察出手了。何秋风被按在地上，他脸上满是不可置信和不甘。你早就知道我会来找你是吗？你这个老不死的，你就该去死！警察没忍住，掐了一把他的脸：“闭嘴，跟我走！杀人未遂，判不了几年。”所以我将这些年何秋风偷税漏税的证据提了上去，包括之前做假账的事，也一并给了上去。有了这些证据加持，何秋风要在里面待20年，而且他家的所有财产也被法院强制执行了。这下他是彻底家破人亡了。他永远不会知道，他拉的那些投资商全部是我爸的朋友。创业初期，他找来那些投资商，表示想合作，但是钱不够。那些投资商同意了，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同意的代价是不签任何的合同，这就代表着没有法律的保障。可心急的何秋风在明知这样的情况下，还是答应了。开业第1天，投资商全部撤走，留下了无数卖不去的货和一堆欠款，所以何秋风彻底崩溃。而我爸也有先见之明，
早就安排了警察在身边，这才保住了一条命，也成功将何秋风送了进去。这场战，我们大获全胜。我爸更是拍定，为了庆祝，带全公司去附近游玩3天，费用他全包。这次出门，让我们员工上下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爸高兴地和我说：“员工有干劲，咱们公司才能做大做强。”我点头附和：“你说的对。”本以为何秋风被判刑后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了，可没想到几个月后，他爸妈提着东西找了上来。两人一进门，二话不说就是哭，然后给我爸又是磕头又是道歉。我家就这么一个独苗苗啊！有为，你要还当我是你哥，你就去警局签一个和解书吧。我被他们的无耻惊讶到了。和解书，你们知道吗？要不是我爸提前报了警，他的命就没了。时至今日，我都觉得我爸妈心软，还能放着老两口进来。要换作是我，绝对不见。不过他们两口的反应也正说明了一个问题：何秋风能有今天这样，全是他们所赐。我的话让他们静默了几秒，随后他们直接睡在了我家地板上。有为，你也别怪哥不给你面子，是你先伤害我家秋风的。在我们惊讶的眼神里，他一巴掌打在了自己脸上，他媳妇也扯着自己衣服：“来人啊，救命啊！这家人打人了呀，有没有管管？”何秋风爸扇自己脸的时候，还不忘恶狠狠地看着我们：“你送我儿子进去，我们就算是拼了这老命也要送你进去。”我们3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有阻拦。直到警察的到来，何秋风爸妈抱着警察就开始哭，不停地控诉着我们是如何欺负他们的。我儿子现在被他害进去了，我们来道歉，他们还打我们。警察同志，你看我身上都是被他们一家打的呀，你们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在警察疑问的眼神里，我将手机递了过去，然后指了指监控的位置。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正好，能还我们一个清白。老两口人彻底傻了，最后是被警察强制带走的。人走后，我爸就联系了物业，以后那2人不准放进来。后来警察告诉我，他们俩被关进去了半个月，反省反省自己的错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成了副组长。组长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她很优秀，做的文件也很完美。可在何潇潇的淫威之下，她没有任何的绩效。我来了之后，将这些事告诉了我爸后，当即让他当了组长，工资也是之前的2倍。而在他的努力下，我们所有人的业绩都比以前好了很多。我学了无数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为人处事上面也灵活了许多，和同事的关系也好了很多。某天吃饭，我爸突然问我：“让你从基层干起，你对爸有怨言吗？”我摇了摇头，我现在挺开心的，而且基层的小问题就是公司的大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公司才能进步。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亲生父母终于找到了我。这个时候，我正在一家路边摊吃饭，顾父皱着眉头看着吊儿郎当的我，顾母看着我那和他有80%相似的脸，哭得梨花带雨。身后是顾长明，那个霸占了我少爷身份的人。此刻他正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孩子，这些年你受苦了，跟妈回家。”顾母拉着我的手，出声说道。我起身，对着身后的一群人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要跟着来。顾父他们不知道，这个路边摊上坐的都是我的保镖。回去的路上，顾长明一路看着我，脸上满是戒备和仇视，同时他则是离我远远的，就好像我身上有什么脏东西一样。我也没有理会顾长明，而是看着眼前的顾父和顾母。5年前穿越到这个世界，我就知道我是真少爷。我甚至早就已经让顾父顾母发现了他们家的这个少爷不是真的。可是哪怕是如此，也依旧用了5年的时间，他们才来找我。这5年，他们却不知道，我早就已经在这个世界混得很好。我开了公司，手底下更是养了不少人。我们顾家有顾家的规矩。顾父看着我，冷冽的目光带着审视道：“今天开始，先磨磨你的性子。
你就住在佣人房。顾先生如果不想要认我，我可以离开。我看着眼前的顾父，冷笑着说道：我穿越到了这个世界，系统给了我一个任务，任务目标就是整治顾家的这几个人。只要顾家人后悔，我就可以带着我在这个世界的所有财富穿越回去。而如今的我，早就已经拥有了100亿资产，可不需要看着顾家人的脸色。顾父的脸色顿时很难看，而一旁顾长明更是直接上前看着我道：你怎么可以这样？爸爸是为了你好，你一个养子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责我？我冷冷地看着顾长明，出声问道。我这句话显然戳到了顾长明的痛处，他顿时眼泪就止不住地流。而顾父和顾母急忙在一旁安慰，丝毫不管站在他们面前的我。看着眼前的一幕，我摇了摇头，这一家子脑子都有问题，明明知道我才是那个亲生的，却对一个偷了自己儿子的保姆的儿子这么好，也不知道脑子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我没有兴趣看他们父慈子孝，转身就准备上楼。这间房不错，我就住在这了。我转头看着楼下出声说道：不可以，那是长明的房间。看着我直接就准备住进顾长明的房间，顾父顿时就怒了，看着我道：顾南辰，你这是干什么？你还有没有规矩？他冷冷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愤怒。一旁顾长明更是哭着说道：哥哥，我知道是我夺走了你的人生，我把房间还给你。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还转头看向了顾父顾母，满脸的委屈。他这个样子更加让顾父顾母心疼，不断地安慰着他。我则是丝毫没有兴趣看着这一家子在我面前演戏，转身就进了房间，将顾长明的东西直接扔了出去。就在顾父暴怒的时候，我啪的一下把门关上了。门外传来顾父那愤怒的声音，我戴上耳机开始打电话。老板，顾家的公司出了不少问题，按照您的方法，您真的准备吃下顾家？秘书的声音响起，我点了点头道：本来回到顾家，我还想看看这一家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可惜顾家的人根本就不想要认我，现在开始狙击顾家。我冷漠地开口说道。秘书听到我的话，就开始着手准备了，而我则是直接挂掉了电话，因为房间的门已经被人猛烈地撞击。我知道顾父顾母已经忍不住想要教训我了。我起身的那一刻，大门被人狠狠地撞开，随即我就看到了顾父冲进了房间。他看着我，眼神格外的严厉，怒斥着我：顾南辰，你太放肆了！他大声地质问我道：这里是长明的房间，他不是说要让出来吗？我冷冰冰地看着顾父身后那故作委屈的顾长明。这个时候，顾长明看着我，眼里都是恨意，可是他依旧哭哭啼啼地喊道：爸爸，是我让给哥哥住的，我现在就搬去佣人房。他的话音落下，顾父顿时忍不住了，冲上来就想要打我。顾母也是在一旁不断地哭着，他看我的眼神也带着冷漠。顾父冲到了我面前，一巴掌狠狠甩了过来，可是下一刻他的手掌就被我抓住了。看到我反抗，顾父顿时就愣住了。逆子，我是你爸，我命令你放手！他大声地对着我喊道。可是我已经懒得听他的废话了，我将他狠狠地甩开，随即看着顾父道：看样子你们不欢迎我呀！顾父气得脸色通红，指着我大声地骂道：顾南辰，你太放肆了！南辰，你怎么可以这样？顾母同样看着我，一脸的怒意道：长明也是我们的孩子，你们两兄弟就应该齐心协力，怎么可以这样？他说着，更是心疼地看着眼前的顾长明道：更何况这些年来是长明接管了公司的一切，南辰，哪怕是你回来，我们也不可能把家产交给你，那些都是给长明的。我听着顾父顾母的话，微微点头。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几年前，顾父在知道了顾长明不是他的儿子之后，竟然还格外的宠溺顾长明。这些年来，更是将公司的大部分业务交给了顾长明。我知道他们对顾长明的爱意更深，
甚至都已经将对方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只不过我好奇的是，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将我带回来？既然你们不欢迎我，我就离开了。我看着眼前的几个人，出声说道：“我本就没有准备来顾家，只不过是他们的要求，我就来看看。既然顾家不欢迎我，那么我便准备离开。”可是当我要离开的时候，顾父却忽然抓住了我的手。“顾南辰，你不能离开。”他看着我，眼神里已经多了一丝慌乱。什么意思？我看着眼前的顾父，他盯着我的眼神有些不一样。我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南辰，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你，你怎么可以走呢？顾母在一旁紧张地说道：“我们也不是不欢迎你，只不过这地方是长明的，你也不能就这样住在长明的房间，家里也的确没有多余的房间了，所以你先委屈一下，住在佣人房，等明天我们就给你安排。”顾母在一旁快速地说着，同时也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道：“南辰，妈妈好不容易找到你，你不可以离开妈妈。”我看着顾父顾母的样子，知道里面肯定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最终，我还是留在了顾家。不过，我可不住佣人房，顾父顾母没有办法，只能让人把顾长明的琴房弄出来，安排我住了进去。我看着眼前的房间，则是冷笑一声。明明顾长明还有一个这么大的琴房，最终他们却想要我住在佣人房。显而易见，我这个亲生儿子根本就比不上顾长明那个养子。我给助手打了个电话，让他帮我查清楚顾家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毕竟顾父顾母早就知道了我的存在，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根本就没有找我，如今忽然来找我，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助手这边答应下来，我刚刚挂了电话，那边顾母就来了我的房间。“南辰，你刚刚回到家，我们怕你在外面生活，身体不好，给你做一个全身体检。”顾母看着我，轻声说道。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则是微微皱眉：“不需要了，我的身体很好。”我冷冷地开口说道。这个时候，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出了一丝不对劲了。忽然接我回来，忽然要给我做体检，如果说里面没有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听到我的拒绝，顾母却格外坚持：“南辰，只不过是查一查身体，这样我们也放心。”顾母看着我，格外的紧张，而我看着顾母的样子，眼里也多了一丝冷意。“我如果不去呢？”我冷冷地开口问道。顾母微微皱眉，见我没有想要去的意思，转头离开了。很快，顾父就来了。“司机在楼下等你了，跟他们去一趟医院，检查清楚再回来。”顾父看着我，出声说道。他的话不容置疑，而我转头看向了他。此刻，他非常认真地看着我道：“现在马上过去。”“不用，我没有兴趣。”我冷淡地开口说道。一开始，我或许没有注意，但是如今他们这样的态度，反倒是让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事情。我的态度让顾父格外的愤怒，他忽然拉住了我，大声地喝道：“我是你爸爸，我让你去检查身体，是为了你好。抱歉，顾先生，我还没准备认你。”我冷淡地开口说道。听到我的话，顾父顿时就怒了，他看着我，冷冷地说道：“你在外面这么多年，谁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传染病？我现在让你去检查清楚，是为了你好。”他说着，不由分说的想要拉走我，依旧被我甩开了手。我冷淡地看着眼前的顾父，冷冷地问道：“我在外面是谁的责任？”他听到我这么说，顿时就愣住了。此刻的他脸上明显带着一丝慌乱。“南辰，我们让你去医院，也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我们是你的爸爸妈妈，我们会害你吗？”顾母看着我，一脸的急切，而我则是冷笑道：“你们会不会害我？我还真的不清楚。更何况你们的儿子是顾长明，可不是我。”我话音落下，顾父的脸色已经变了，他冷冷地看着我道：“我现在命令你去，如果你不去，我就让人把你绑走。”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身后已经出来了不少保镖。看着这些保镖，我的脸色更冷了。我知道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他们上了车。到了医院之后，在他们一家人的安排下，我抽血化验，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顾父顾母根本就没有关心过我，反倒是在我检查完了之后，就开始在医生的办公室等着。我的手机响起，是秘书给我打的电话。老板，查清楚了，顾长明生病，需要换肾。电话那头，秘书出声说道：“他们早就拿到了您的血液样本，和顾长明的匹配。这一次来，就是为了再次检查。”听着电话里秘书的话，我的脸色逐渐的冰冷了下来。我知道他们不待见亲生儿子，却没有想到他们竟然畜生到了这样的程度，为了一个养子，竟然想要拿亲生儿子的肾脏及养子。这一刻，我的心已经逐渐的冷了下来。找人来医院，带我走。我冷冷地开口说道：“和顾家的戏已经演完了，接下来是我对顾家的报复了。”好的，老板。秘书听到我的话，立马点头说道，随即就挂掉了电话。我的那群保镖本来就没有离开我多远，很快保镖就已经在医院门口等着了。我起身离开的时候，顾父的几个保镖就拦住了我：“顾少爷，您不能离开。”几个保镖盯着我说道。可是他话还没有说完，下一刻，我的人就已经冲了过来，直接将他们按倒在地。我转身看了一眼身后，顾父顾母还在医生的办公室内。回公司，接下来我要顾家，家破人亡。我冰冷的声音响起。我离开医院之后，就在保镖的护送下回到了公司。而我刚刚回到公司，顾父的电话就打了进来：“顾南辰，你去了什么地方？”电话那头，顾父顿时怒道：“你让一群小流氓冲到医院，还打伤了我的保镖，你要干什么？”他将我的那群保镖误认成了流氓。不过这样也好，我冷淡地开口说道：“顾先生，我要做什么事情，和你没有关系吧？”听到我的话，顾父顿时就怒了道：“顾南辰，你马上给我回到医院，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要回到顾家。”他的声音带着威胁。而我听到这里，则是冷笑一声道：“顾先生，可能你想错了，我本来就没有准备回到顾家。”我说完这句话，立马就挂掉了电话。可是顾父却不断地给我打电话，我直接将他拉黑了。顾父那边刚刚拉黑了他的电话，下一刻，顾母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南辰，你快回来！”电话里，顾母出声说道：“我和你爸爸在医院等你，医生说你的身体不好。”他轻声说道：“不需要，我的身体很好。”我冷冷地开口说道：“顾夫人，你是准备让我给顾长明换肾吧？”我的话音落下，电话那头，顾母顿时就着急地问道：“南辰，你怎么知道的？”我没有说话，直接挂了他的电话。对于他们的算计，我心里很清楚，所以也懒得继续和他们说下去。秘书急匆匆地过来，将手中的文件递给我：“老板，之前顾长明投资了好几个项目，都处于亏损状态，顾家现在的资金链紧张。顾总之前就联系过您，希望您借钱给他。”我看着秘书手里的资料，笑了。这5年，我将公司做大，如今我的公司可以说是全省最大的一家公司，而我本人比较神秘，从未露面，哪怕是顾父都不知道这家公司是我的。顾家的资金链早就出了问题，之前还向我借贷，当时的我还没有答应，就被顾父带回到了顾家。如今我是顾家唯一的救命稻草，只要我借钱给顾家，顾家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我不借钱给他们家，他们家很快就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原本我回到顾家，还想着我和顾家的血缘关系，如果顾父顾母真的认可我，那么我便只教训顾长明。可是如今我才明白，这一家子都有问题。既然他们对我没有任何的亲情，那么我自然不用客气，拒绝顾家的资金援助。另外，我们之前和顾家签订的一系列合约全部取消。我冷淡地开口说道：“只要我和顾家的合作取消，那么接下来顾家就会有无数的麻烦。”吩咐完了秘书之后，我刚刚准备休息一下，
电话再度响起，这一次是顾长明的。我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顾长明带着疯狂的声音响起：“你这个野种，你在什么地方？”他的声音带着愤怒，而我则是冷漠地听着。凭什么你不把肾脏捐献给我？他怒吼道：“我命令你把你的肾脏捐献给我。我为什么要把肾脏捐献给你？”我冷笑着问道：“你要想清楚，爸爸妈妈爱的是我，不是你。”他愤怒地大喊道：“只有你把肾脏给我，他们才会认可你是顾家的人。抱歉，我不需要你们顾家的认可。”我冷冷地开口说道。而我说完这句话之后，顾长明显然已经愤怒了，他不断地咒骂，大声地吼道：“你等着，我会让人把你抓过来，到时候我一样可以拿到你的肾脏。”我没有回应，而是冷笑一声。他根本就不知道接下来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我挂了电话，然后将顾家一群人的电话全部拉黑，不然他们还会不断地打电话来烦我。老板，今晚的晚宴您要参加吗？秘书快步走到我身边，轻声问道：“今晚的晚宴，顾家人也会出现？”闻言，我笑着点头。今晚就是我和顾家摊牌的时候，今晚的宴会本就是为了我准备的。毕竟，作为神秘的首富南先生，有不少人早就想要认识我了。知道我来了本市之后，全市的富豪们就准备了这场晚宴。一开始，顾父就做好了准备，今晚和我好好谈谈。当然，我也想要看看，在知道了我就是他想要见的那位首富之后，他会是什么反应。晚上，我如期来到了晚宴。当我刚刚到达晚宴的入口，顾家一家三口就看到了我。南辰、顾母看到我的时候，眼里带着惊喜，急忙拉着顾长明来到了我面前。南辰，你总算出现了，他说着，不由分手地说道：“你马上和我去医院，你弟弟需要你的肾脏。你放心，只要你能救下你弟弟，以后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说着，顾母看着我，满脸的焦急。我冷淡地看着顾母，直接甩开了她的手。南辰，你干什么？我是你妈妈。顾母急切地说道。而我则是冷冷地开口说道：“顾夫人，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的儿子，更何况你儿子不就在你身边吗？”我说着，指了指一旁用冰冷眼神看着我的顾长明。这个时候，他依旧用那种冰冷的目光看着我。听到我的话，顾母愣住了。顾家哪怕是早就知道了顾南辰不是亲生的，可是对外宣称还是只有顾长明一个儿子。四周不少人也听到了顾母和我的对话，看向了顾母。顾母和顾南辰的脸色非常的难看。南辰，别闹了，跟我走。顾母压低了声音，生怕有人听到一样。我看着他那心虚的样子，冷冷的一笑。顾家根本就不愿意承认我。这一刻，我对顾家那最后一点的善念也没有了。顾家注定家破人亡。就在我刚刚准备说话的时候，不远处顾父快速走来。他看到我的时候，急忙冲上来，就想要抓住我。你竟然也在这，马上跟我走。他说着，不由分说的要拉走我。顾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冷冷的开口说道。你准备带我去什么地方？你弟弟需要你的肾脏，现在马上跟着我走。顾父还准备说话，下一刻就被我甩开了。我看着顾父满脸的愕然，冷冷的开口说道：“顾总，你是说，你准备带我走，挖走我的肾脏？”我的话音刚落，四周不少人都朝着他看了过来。那些富豪并不认识我，但是都认识顾父。这一刻，我看到顾父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铁青。逆子，我这是为了救你弟弟。顾总，谁都知道你只有一个儿子，是顾长明我和您家，可没有关系。我冷淡地开口说道。听到我的话，顾父的脸色越发的难看，他看着我，急切地说道：“你要还想我们顾家认你，你就听我的，不然……”说着，他看着我，眼神格外的严肃道：“后果你承担不起。”我没有理会顾父，他看着我不理会他，越发的生气了，想要抓住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秘书急匆匆地赶来，不少人看到他出现，
急忙询问南先生到了没有，就连顾父也顾不上和我说话，转身去看向秘书。他知道他们公司的资金链只有我能救。秘书看着我，出声说道：“老板，我来晚了。”你说什么？顾父听到秘书这句话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就连顾母和顾长明也都愣愣地看着我。我没有理会他们，而是对着其他人笑着点了点头。在知道了我就是南先生之后，一群人顿时更加的热情。今天我要宣布2件事。我看着所有人，笑着说道：“我和顾家的合作取消。另外，因为顾家之前和我们公司的合作出了问题，接下来我会告顾家违约。”我话音刚落，顾父和顾母顿时就慌了，尤其是顾父，更是急匆匆地朝着我走来。“逆子，你要干什么？”他看着我，大声地质问我，而我懒得理会他，转身就走。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件事宣布完毕之后，我甚至懒得继续在宴会厅待着。身后顾父还想要冲上来和我说话，被我的保镖直接按住了。我回到了公司，此刻公司的法务早就已经开始行动。顾家之前和我们有过几次合作，但是顾长明完全不懂得经营，好几次都出了错。如今我们直接就将顾家告了。同时，随着我宣布和顾家的合作取消，顾家的股价跌得很厉害。第2天一大早，我回到了公司，秘书就告诉我，顾家一家人都已经在门外等着了，希望能见我一面。我让秘书把人赶走，我已经懒得去见这一家子人了，尤其是顾父和顾母，2个脑子有问题的人，竟然为了一个养子要害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样的人我还见他干什么？秘书急匆匆地离开了。我没有想到，等到了临近下班，秘书再度跑了过来，看着我道：“老板，顾总不肯离开，说一定要见你。”我让秘书把人带进来，依旧是3个人进来。顾父看着我，眼神复杂；顾母则是不断地在哭。至于顾长明，他看着我，眼神里依旧有仇怨，但是已经隐藏了不少。看着3人的样子，我冷淡地开口说道：“3位，有什么事情？”“南辰，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你怎么可以告我们？”顾母直接出声说道。我听到他这么说，没有回话，冷冷地看着他道：“抱歉，我不是你们的儿子，顾长明才是，你们认错人了。”我的话音落下，顾父则是看着我，冷淡地说道：“我知道你恨我们，但是不管怎么样，也是我们把你生下来的，所以你必须听我们的。”他看着我，态度强硬。我没有说话，摇了摇头。和这种人说话太累了，我已经失去了和他们继续说话的想法。我对秘书挥了挥手，就准备让他们把人赶出去了。“顾南辰，不管怎么样，你必须救我！”一旁的顾长明直接出声大喊道。我冷冷地看着他们，没有说话。几个保镖冲上来，就准备将他们带走。“顾南辰，你把肾脏捐出来，只要你捐出肾脏，再帮我们公司渡过难关，我们以后都不找你。”顾父大声地喊道：“不然我就去告你！我是你亲生父亲，你必须听我的。”我冷淡地看着顾父，懒得理会他。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和他之间哪怕是有血缘关系，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养过我一天。我和他之间本就没有任何赡养义务。我让秘书把他们赶走，同时告知律师尽快将顾家弄破产。我已经懒得理会顾家的那群人了。律师回答我，顾家的资产已经被冻结，接下来的半个月，顾家3人天天来公司门口吵闹，都被几个保安给扔了出去。顾长明甚至想要强闯，被人打了一顿，直接扔出去。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很快就住院了。这天，我坐车离开公司的时候，却看到顾父顾母跪在我公司门口。看到我出现，顾父急切地大喊道：“南辰，你救救长明，他快不行了，现在只有你能救他。”我看着2人眼里的哀求，摇了摇头道：“我不会救他的。”说完这句话，我丝毫不顾2人对我破口大骂，转身就走。
几天之后，顾长明因为肾脏衰竭而死。至于顾父顾母，在顾长明死后，他们的公司也破产了，甚至他们还欠下了不少的外债。一群追债的天天追着他们，他们想要寻求我的帮助，每一次都被我拒之门外。最后，顾父顾母两人在一个雨夜，从顾家的楼上一跃而下，摔得身体都碎了。警察打电话给我，询问我顾父顾母的尸体应该怎么处理。我说和我无关，毕竟他们从来没有认为我是他们的孩子。我让警察自己去处理。之后我就挂了电话，同时我也听到了系统的声音。系统告诉我，因为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所以我可以在这个世界活到老死。等我死后，会带着所有财富回到原世界。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故事。10年前，我向他表白，他说他也喜欢我，可却不想早恋，想约共赴清华。可几天后，他上了阔少的车，我去阻拦，他下车，冷冰冰地说：“你对我的喜欢一文不值，顾言却可以让我飞上枝头，哪怕他只是想玩玩，我也不想被一文不值的喜欢，更想被锦衣玉食的玩弄。”我愣在原地许久，直到顾言对司机说：“撞死他报保险。”宾利引擎的轰鸣声吓得我双腿发软，瘫坐在地。顾言下了车，搂着他，居高临下的对我说：“呵，穷人。”他深深看了我一眼，说：“把我忘了吧。”10年后，我回到这座城市，已然是商界新贵。恰逢同学会开在我的私人会所，我再次看到它。黑曜会所是我回到苏城时盘下来的。我需要这样一个高端的场所来接待苏城的权贵们，所以我没指望着黑曜会所能赚钱。它存在的意义就只是筛选身家过亿或者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才能拿到入场券。今天的客人比较特殊，是主管苏城经济的方伯，他不喝酒，只喝茶，且不饮贵茶。我们闲谈3、5句，便已经定下了过100亿的项目。他接了市里的电话，我不方便在附近，便先出了雅间。这时助理赶过来，过窄的裹臀裙让他走去路来摇曳生姿。他那张酷似猪猪的脸以及过犹不及的身材，无论看过多少遍，都会令人难以自拔。许先生，楼下锦兰阁来了个地产2代，您要去看看吗？江晚声音甜腻，语气软糯。我看了下方伯所在的雅间，犹豫片刻说：“去看看吧，毕竟方伯的电话通常要半个小时起，我总不能一直等在外面。而作为商人，各行业的翘楚自然都要接触，能够让江晚来通知的，自然也是有些分量的，该见见。”我去了楼下锦兰阁，拿着一瓶不错的酒，敲了门，进。里面有人喊，我拉开门，面带礼貌却疏离的笑容走进去，可还不等开口，便愣住了，因为我看到了熟人，很熟却也很陌生的一群人，正对着门的位置，自然是主位。那里坐着的，自然是最有分量的人，正是顾言。过去10年了，我却总会想起被他的宾利吓到瘫坐的一幕，也记得他那喝穷人3个字。然后我也看到了他了，苏清雨，那个曾经说我的喜欢一文不值的他，如今坐在顾言身边，怀里还抱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5年前，我在京城见过苏清雨一面，当时他正在谈业务，正被人灌酒，他拒绝，被打了巴掌。我为他解了围，他说他想喝点酒，他醉醺醺地对我说，他可以自己喝到烂醉如泥，但却不会被人灌酒到烂醉如泥。他说这是尊严，这是底线。可他明明说过，他不想被一文不值的喜欢，更想被锦衣玉食的玩弄。怎么5年过去了，他就忽然要起尊严了？然后我问他，他的底线值多少钱？我买。他哭了，却又倔强地用力擦掉眼泪，然后说不要钱，白给我了。我对他说，你敢给，我就敢要。那晚我带他回了家，可等我醒来时，他却已经不见了。我想过找他，甚至是没骨气的想要追回他，可最终还是作罢。后来我离开京城，也以为他还在京城发展，却不想也回了苏城。妈妈，团团想吃虾，
那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忽然说：“而且还结婚了。那么她和顾言结婚了吗？”顾言忽然说：“来团团，爸爸给你加。”他说这话时，先挑衅似的看了我一眼，然后便一直盯着苏清雨看。老同学，我们有10年没见了吧？听说当年你可考上了清华，怎么混了几年，成了服务生了？顾言给那小女孩加了下，再看我时，脸上已经写满了嘲弄。快30的人了，却还是个服务生，你可是男人呐，许流年，不丢脸吗？好歹你也当个领班呐！他说完，其他人便大笑，在座的各位就如10年前一样，习惯性的给顾言捧臭脚。他们的逻辑很简单，顾言对谁，他们对谁，以此示好，来换取好处。读书时，这好处可能是顾言随手丢的一包烟，那么如今或许就会是一份体面工作吧。为了生活嘛，不寒碜，能理解。我笑着将酒放下，看着顾言说：“我来送瓶酒而已，祝你们玩得开心。”说罢，我便打算离开。其实我有想过，是不是要摆明身份，打一打这位阔少的脸。可成熟的商人是有自由修养的，这么幼稚且降智的事情不会去做。至于苏清雨，我没去看她，因为没有意义。她都结婚生子了，又何必纠缠，更不会放不下。许流年，顾言没说你可以走啊。这时候，距离门口的10号站了起来。他从来都是顾言的头号狗腿，10年前就是，如今也一定是，否则他不会坐在靠门口的位置。坐在这里是方便帮顾言跑腿。顾言也站起身，双手撑着桌子说：“许流年，10年没见了，既然赶上了同学聚会，那就聚一聚吧。我还要工作。”我淡淡一笑，我也努力，争取30岁之前当个领班。然后哄堂大笑。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黑药会所的领班很值得笑吗？扣除5险1金后，还有2万的月薪，以及年底第13个月的薪水，还有各种补贴，这样的工作可笑？我仔细看了他们的样子，衣着光鲜不假，却也只是商场随时能买到的牌子而已。放在桌上的车钥匙也是中低端居多，可他们眼中却依旧写满了成就感。他们的优越感哪里来的？一个叫王小静似乎瞧见我看他车钥匙了，阴阳怪气地说：“许流年，你该不会连车都没有吧？我这福特虽然才10几万，但好歹也是4个轮子的。你现在还骑电动车吧？”啊，我扫共享单车。我实话实说，因为我大平层，距离会所很近，平时来回我真的是骑车。然后还是哄堂大笑，似乎我不来，他们就没人可以取笑了。毕竟都是顾言的狗腿子，谁也笑话不到谁。王小静对苏清雨说：“清雨呀，你当初甩了他真是明智之举，否则你现在可能就要坐在自行车上哭了。”他们又笑，尤其是站在我对面的时候，仰头笑，我都能看到他后槽牙了。苏清雨的脸色很难看，甚至是有些苍白，不敢看我，目光很闪躲。他在怕什么？是怕我将京城的那一夜说出来吗？我没那么幼稚。顾言敲了敲桌子，笑声停下了。他指着我说：“许流年，你留下，回头我和江特助说说，让他给你挪挪位置，当个领班不是问题。”顾言见我没说话，便又笑了：“你可能不知道江特助，他是会所老板的助理。你这种小服务生没机会见也正常，就算是有机会见，人家江特助什么身份？那可是顾言他老爸见了都要客客气气的人物，能搭理你这种小服务生？这也未必，毕竟咱们许流年还是挺帅的，也许江特助会包养他呢。”王小静听完一笑：“那咋了？就算包养，那地位也跟狗差不多，充其量就是个宠物。我真想问问他们，我是不是挖他们家祖坟了？至于吗？不过我实在是没空跟他们扯皮，也不想被他们知道我真实身份，否则肯定会有人过来阿谀奉承要好处，狗皮膏药一样，很烦。大家好好玩吧，我真要走了，否则工作就要不保了。”我笑着说完，再次打算离开。而就在这个时候，10号却忽然推了我一下：“
许流年，给你脸，你不要是不是？顾言给你脸了，你就得跪下，伸出双手接着。石浩指着我的鼻子说：“许流年啊，等你真有钱了，我肯定把公司卖给你。”顾言笑过之后，却又说：“不过呀，等你有钱了，我们家公司却也更值钱了。”我没接话。石浩倒是个好捧哏的。顾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公司又有大项目了？是啊，我可听说了，这黑药会所的老板是咱们苏城一哥花了大力气请回来的青年才俊。听说这人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是过100亿的项目。最近这些年，苏城商界快转不动了，最新的开发区空置了一半。听说这位就是冲开发区来的。我爸和咱苏城一哥有点交情，到时候拿点项目，那不是又赚大发了？顾言一脸卖弄地说，他所说的一哥，其实就是方伯。顾言说完这些后，便又看向我说：“许流年，我可还记得当年你被我家宾利快吓尿的事情，那宾利我还留着。你现在会开车不？会开车的话，你来给我当司机吧，那辆宾利给你开，我只开过国产车。”我如实道，然后他们继续哄笑，笑点有这么密集吗？我在京城时去德云社听相声，都没这么密集的笑点呢。可能是看我也不说话，而且也不恼怒，他们有一种挥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都有点不高兴了。尤其是顾言，本就是留下我戏耍的，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我了。他指着桌子上的一瓶酒说：“顾言，飞天茅台喝过吗？挺贵的，今天给你个尝鲜的机会，你把这瓶酒干了，我就让你走。我是不喝酒的，因为喝酒伤脑。我不喝酒。”我摇头，而且我也不想跟他们玩了。见他们没完没了的样子，便只能摊牌。顾言，其实我就是黑药会所的老板，你刚刚说的那个100亿的项目也是我主导的。说这话时，我是非常认真的，可是他们却都不信。一个个看我的表情，就真的像是在看猴了，然后再次爆笑。石浩指着我说：“许流年，你可真敢吹！你在清华主修的就是吹牛逼吧？”我真快笑死了。你咋不说你是秦始皇呢？王小静也狂笑起来。我叹了一口气，看了他们一眼，说：“你们的认知是不是出了问题？清华毕业的当服务生，你们见过？”他们愣了一下，可眼中却依旧是不屑。顾言冷笑说：“你是不是服务生重要吗？重要的是，你即便是清华毕业，你在我面前依旧是穷人。”他站了起来，指着那瓶酒说：“你喝了这瓶酒，或者是我用这瓶酒给你开瓢，你选一个吧，是不是喝了就能走？”苏清雨却忽然起身，他拿起了那瓶酒，深呼吸一口气说：“我替他喝，然后让他走。他为什么帮我？怕我留在这，被逼急了，然后把那一晚说出来吗？”我看着他，内心有些无法平静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锦兰阁的门被人打开了，江婉和方伯一前一后走了进来。方伯是时常上本地新闻的，所以多数人都认得他。而江婉作为我的特助，并且没有刻意回避公众视线，所以也算名人。顾言见他们忽然进来了，立刻谄媚着走了过去，躬身道：“方伯伯，江特助，你们怎么来了？”其他人见状也立刻起身，只有我依旧坐在那橡木桶上。顾言见状，立刻怒斥道：“许流年，你给我站起来！没看到谁来了吗？”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了。我不慌不放地取出一块糖，慢条斯理地扒着糖皮，头也不抬地说：“都是熟人，没必要这么客气。”然后我将糖放入口中。我用脑的时候多，习惯了吃糖。叔叔，甜吗？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面前，仰着头，眨巴着水灵的大眼睛，盯着等我看。我掏出一块糖，递过去说：“自己尝尝。”苏清雨，管好你的野种！顾言忽然呵斥：“这是什么场合？让一个小野种跑什么跑？野种！”我愣住了。苏清雨的面色苍白如纸，放下那瓶酒，便去将小女孩抱在怀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刚顾言还说是这小女孩的爸爸，怎么就成野种了？
正在我胡思乱想时，我忽然感觉到头疼了一下，是10号走了过来，用酒瓶砸在我头上了。他怒斥：“你个狗杂种，让你站起来没听到吗？”他太想进步了，想在顾言面前露脸，更想在方博和江婉面前露脸。哗啦，苏清雨顺手抓起那瓶飞天茅台，就砸在了10号头上。你再动他一下，我杀了你！10号捂着头，满手满脸都是血，一脸不可思议。而江婉在短暂的错愕后，已经跑了过来，立刻帮我检查头部，见没什么伤口，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却也将我的头保护在怀里，冷着脸对顾言说：“姓顾的，我看在你老子的份上，才破格让你进了黑药会所。你怎么连你的狗都管不住，打到我老板头上了？”下一刻，全场愕然。刚刚他们爆笑得多热烈，此时脸色就有多苍白。江婉继续说：“都给我听好了，我是京城江家的，他许流年是我放着总裁不当，也要来做他助理的男人。你们今天动了他，我让你们都不得好死！京城江家，10号和王小静他们根本不知道京城江家是什么存在，可是顾言却已经面白如纸了，颤颤巍巍地说：“京城江家，那个3代人有8人入内阁的江家。”方博也走到了我面前，有些焦急地问：“小许，要不要先去医院？项目的事情，等你没事了再谈。至于这些人，我处置就可以了。”方伯伯，您是不是认错人了？这个许流年就是个穷人，10年前就被我差点吓尿的废物啊！顾言声音颤抖地问。方博冷冷地扫了他一眼，说：“你父亲说想要参与这次的建筑项目，我对他说过，承建方是要由小许来做选择的。这位就是我好不容易请回来的小许，许总，许流年。”这一刻，锦兰阁内鸦雀无声，落针可闻。就连苏清雨看我时，也是眼中充满惊骇，还有那么一点点委屈。我叹了一口气，然后说：“老方，咱们回头再聊吧，今天先到这了。”“好，那我等你电话。”方博点点头，然后对江婉说：“婉婉，那你晚上可要好好照顾小许，放心吧。”江婉点点头。而顾言他们明显是不想立刻离开的，但是会所的保安却已经冲了进来，将他们都给带走了，就连抱着团团的苏清雨也被带了出去。他时不时回头看我，而江婉却是忽然扑进我怀里说：“我还在呢，你就看别的女人，不怕我吃醋。”然后我看到苏清雨流着泪离开了，我张了张嘴，没说出任何话来。没多久，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私人医生过来帮我简单检查，确定了没事后，这才离开。我瘫坐在沙发上，不远处江婉倒了一杯酒，就靠在钢琴上小口啄着。她那红唇沾了红酒，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其实自从与苏清雨在5年前偶遇后，我身边一直不缺女人。我也想和江婉试试来着，但她不喜欢男人。其实我也很想知道，我不停地换女人，是因为本性如此，还是想要以此来抹除谁在我心中的位置？那女的，你们认识？江婉忽然问。我点点头，然后将10年前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下。至于5年前的偶遇，我却没说。江婉很认真地看了我一会，说：“我能看出来，那女的对你有感情，爱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啊！我愣了一下，然后苦笑，说：“这些没意思了，她都有孩子了，有夫之妇，你又不是没睡过。圈内人说你为武夷风白说的。”江婉白了我一眼：“那都是意外，我并不知情。”我叹气，事实上，许多接近我的女人，我都没当回事，甚至有些女人是她们丈夫默许了才接近我的，为的就是我从手指缝中露出去点利润给他们。不过她今天好像的确想护着我，而且我被打后，她还帮我打了10号。我搞不清楚这苏清雨到底是怎么想的，找人调查，或者是你亲口去问？江婉将酒杯放在钢琴上说：“走了，你自己想想吧。我泡妞去了，调查吗？算了吧，还是亲口去问问吧。”我下定了决心后，便直接躺在沙发上睡了。隔天我醒来，是江婉来叫的。
而且顾岩那一群人也都来了，他们走到我面前，齐刷刷的就跪下了。顾岩直接抽自己的巴掌说：“许先生，是我错了，求您别往心里去。您要是不解气，就惩罚我们吧。”我靠在沙发上，还有点迷糊，毕竟刚刚醒。江晚用湿毛巾帮我擦脸，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我们有事。我缓和了片刻，才看向了顾岩他们说：“你们起来吧，昨晚的事情我不会计较。作为商人，即便我想报复，我也不会说出来。有句话说得好，咬人的狗是从来不叫的，整天咋咋呼呼的，从来都是没什么本事的。而真干大事的，是从来不会对敌对者透露意图的。您真不计较？”顾岩不可思议地问。毕竟他作为横行苏城的富二代，可都是睚眦必报的。我点点头说了你们可能会不高兴，但事实正是你们不配与我为敌。你们走吧。除了顾岩，其他人脸色都没有什么变化。顾岩却犹豫了片刻问：“那许先生，我们的合作的事情，我和与你父亲谈，这也不是你能做主的。”我笑着说：“我是商人，不会因为我们之间的矛盾就去做伤害双方利益的事情，不划算。所以你放心走吧。”顾岩点点头，如临大赦，带着众人离开了。当门关上之后，我脸色变了。我看了江晚一眼，说：“10号用右手打了我巴掌。”明白了。江晚拿出电话，拨了个号码，说：“曲熊掌，要右手。”我又说：“顾岩家也该破产了。”江晚点点头：“这我亲自操盘，有方伯配合，不是难事，本就不是难事。我做生意都是先与人为善，可如果谁敢拦路，那我就是最心狠手辣的。”我又安排了一下工作后，这才离开会所，坐上了我的国产车。还真是国产车。王小静躲在一个角落小声说，头上裹着绷带的10号说：“大姐，这是红旗国礼，落地价800多万，他这个肯定特殊改装过，不会低于1500万，而且不是有钱就能买到手的，要过政审，而且还有一定的社会贡献才有资格买。”拉倒吧，国产车还能这么贵？王小静撇嘴。顾岩面色却更苍白了。真就这么贵？他心中有些悲凉。他身边的人竟然连这车的价值看不出，而江晚却如此护着那个男人，这就是差距。顾岩开车走了，回到了公司，见到了他老子。顾父连忙问：“怎么样，解决了没有？”顾岩松了一口气说：“许流年说不计较，他说他是商人，不会为了私人恩怨而破坏双方利益，还说会与你谈合作，到底是做大生意的，这格局不是我能比的。”顾父先点点头，随后便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他大声问道：“你说许流年不计较，并且还要跟我谈？”“是啊。”顾岩点头。顾父一拍桌子道：“我可刚查了这些许先生，他表面上与人为善，但得罪过他的都没好下场。京城一个大少，被他设局2年半在国外除掉的，命都没了。”顾岩有些不可置信地问：“爸，你是不是想多了？你先不要乱走，就在公司，我会派人保护你。等我解决这件事情后再说。”顾父忙说。而就在这个时候，顾岩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那面就传来王小静的哭声：“顾岩，你快来呀！10号出事了，我们被车撞了，10号的右手都被压烂掉了。”“什么？”顾岩厉声道：“谁干的？你们认识吗？”“不认识，就是个普通上班族。”王小静说。顾岩说：“先送去医院吧。”他挂断电话，见顾父还在，顾父问：“怎么了？”顾岩简单的说了下。顾父皱眉沉思片刻：“我派人保护你，去医院看看。”当面问：“说点好听的，那个10号好忽悠，能用到？”没多久，顾岩到了医院，而10号的手术也结束了。顾岩等到了天黑才醒来。顾岩立刻询问，而10号在缓和了片刻后，瞪着眼睛说：“我拍了许流年的脸，用右手撕，这么狠吗？”顾岩深吸一口气，然后就去跟他老子通话了。没多久，他又回来，跟10号说了好一会。而此时的我，也总算是找到苏青雨了。
他还挺难查的，费了一整天时间，我才知道他竟然住在城乡结合部。而且我去的时候，只有团团自己在家。他还记得我，就给我开了门。小女孩太可爱了，奶声奶气的叫叔叔，还给我洗水果。但我在吃苹果的时候，他馋得咽口水，足可见这孩子平时吃水果都算奢侈了。我让保镖去买了水果和零食，然后打量着只有20平米左右的小房子，很小，但很干净，可却依旧有腥臭味，因为左邻右舍都是臭的。我去看了苏清雨的卧室，只有很小的一张床，他们娘俩睡。然后我还看到他的床头有一串佛珠，我拿起佛珠，团团却立刻说：“叔叔，你不能动妈妈的东西。”妈妈说：“除了团团，这是妈妈最宝贝的东西了，最宝贝的东西。这是我10年前送给苏清雨的，是我妈妈留给我的遗物，不值钱，但她却一直留着，而且一直在盘玩。为了不破坏木质，还是戴着手套盘玩的。床头柜上就放着白手套的。我感觉心脏好疼。在看团团时，似乎也才知道真相。这时候，苏清雨回来了，她是跑着进来的，见到我后，眼睛是红的，眼泪止不住的流。然后她将团团抱起来，向后退去。“你来干什么？”苏清雨咬着唇问。我深吸了一口气，起身，声音颤抖地问：“团团几岁？不关你事。”苏清雨几乎是大吼出来，她这个样子，我就更认定心中所想了。“你瞒得住我吗？”我反问。苏清雨像是没了力气一样，抱着团团瘫坐在地，哭着说：“没错，是你的，满意了吗？为什么不说？你就带着孩子，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5年。”我生气，也懊悔。苏清雨声音颤抖着说：“我发现自己怀孕后，我去找过你，然后就看到你3天带了3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你让我怎么找你？”我哑然，随后却冷着脸说：“10年前你羞辱我，选择了顾妍，难道我就不能找其他女人了？再说了，你怀了我的孩子，我即便在意当年的事情，至少也不会让你经济上拮据吧？10年前，10年前。”苏清雨哭着哭着就笑了出来，她抬起眼看着我，眼中满是悲伤。“许流年呀，你可能从来都不曾知道，当你第1次给我讲题时，我就偷偷喜欢你了。可我不敢表白，后来是不能跟你在一起，因为顾妍在追我。如果我答应你了，那他一定会找你麻烦。”他笑着笑着就哭了。后来快毕业了，我和你约定了去清华，但顾妍找到我，他说可以不逼我跟他在一起，但我必须拒绝你，否则他会很没面子。他说他没了面子，就会在高考前让你出事。我只能答应他。我听到这里也已经落泪了，哪怕我在刚刚就已经猜出个大概了，却依旧忍不住落泪。他继续说：“顾妍说，即便高考后我也不能跟你在一起，这辈子都不行，否则他就会想办法毁了你。他家那么有钱，我怕呀。”他擦了擦眼泪说：“后来我因为这事影响了成绩，虽然也考到了京城，我也去偷偷看过你，可我不敢见你，我怕忍不住，那样就害了你。”苏清雨最后看着团团说：“如果不是看到你有那么多女人，我为了团团也打算豁出去找你说清楚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苏清雨却又说：“许流年，我为你守了5年的清白，那次偶遇给了你后，我又为了你守了5年。可你身边已经有那个江晚了。”江晚是我好哥们，他不喜欢男人。我忙解释说：“清雨，那些女人我认错，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弥补你们。”“你没错。”苏清雨却苦笑，“毕竟在你的视角中，你才是被甩的那个受害者。你要是能为我不找女人，那才不正常。”他又连忙解释：“昨天同学机会，其实我也不想参加，但团团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我想给团团换个环境，所以才想去联络一下同学，想找个新工作。”然后顾妍说是团团的爸爸，他是故意说的，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当时不敢说，他瞪我了，我怕我解释了，他会对你不利。我都懂。我叹了一口气，走过去将他们母女拉起来，
给我个机会好吗？我试探性地将苏青雨抱在怀里，苏青雨没说话，可却也没挣扎。团团有些晕乎乎的，不太明白到底怎么了。这时候，去买零食和水果的保镖回来了，团团去吃东西了。我和苏青雨聊了好久，这才知道她在职场属实不易，因为太过于美丽了，所以她身边总有闲言碎语，而且上司和客户也总想跟她发生点什么。她没办法，只能跟她爸妈去卖盒饭，她哥哥嫂子也会给她帮助，可本就是穷人，也给不出太多。我告诉她，从今以后都不用再为钱犯愁了，因为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了。她说她真的无所谓钱不钱的，因为她本就是个物质欲很低的人。但团团不行，当天晚上我就带他们母女回去了大平层，在隔天我就让方伯给我开了绿灯，先去和苏青雨领了证，又给团团落了户。我让团团喊爸爸，他有点害怕，可还是甜甜的喊了。又是几天过去，江晚忽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开发区，我和苏青雨一同去的。团团有保镖护着在家玩。到了开发区后，我们走进一个厂房，然后我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人，有顾岩和石浩，还有王小静和其他几个同学。只不过他们现在很惨，都被挂了起来。不远处是一台粉碎机，此时正在轰鸣，而江晚就坐在一把椅子上，笑容玩味。苏青雨看到这一幕吓坏了，忙拉住了我的手。我皱眉问：婉婉，这什么情况？这不是江晚的作风，他想搞人不会直接动用武力，要如何布局，合理的除掉一个人，都是他教我的。江晚忍不住笑了。我买通了顾岩他老子身边的人，才知道这些人在密谋害你呢。你知道的，我这人善于布局，但如果对方先出手了，我也会换一种更刺激的方式。江晚又说，我仔细看了看，果然也看到了顾岩的老子。顾岩见了我，忙大喊：许流年，同学一场，给我个机会吧，我不想死。你密谋害我的时候，想过我给我机会吗？我反问。顾岩怒吼：许流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手段，你曾经布局2年半除掉了一个京城大少，就算我不害你，那你也会害我。你说的没错。我点了点头说，早死晚死都得死，尤其是知道10年前你威胁青雨的事情，我更想让你死得惨烈点了。说罢，我带着苏青雨离开，对江晚说，不要留下一点痕迹，大火可以熔炼掉一切痕迹。江晚说，没过多久，我的项目正式启动，但我从不会事必躬亲，而是习惯做个甩手掌柜，我只需要制定大框架就可以了，剩下的自然由江晚去做。我每天都会陪着苏青雨和团团来弥补这缺失的10年。后来我们还补办了婚礼，但也没有过于张扬，还有苏青雨的父母和哥嫂，我也都安排得很好。等到项目走上正轨后，倒是江晚经常给我找事情做，然后他去缠着苏青雨。后来苏青雨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了这件事情，说是他和江晚做 SPA 的时候，他被江晚偷亲了。我有点恼火，但却也没有干涉，毕竟苏青雨还挺喜欢江晚的，他和江晚亦师亦友，学了很多东西。再后来，项目不需要再操心，我便带着苏青雨和团团，后面跟着个江晚，一同去看祖国大好河山。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